我们今天继续讲脉。上次我们说到《伤寒论》提到感染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发烧是感染的早期表现，所以错过了黄金治疗期。那《伤寒论》就告诉我们发烧是感染正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很显然，发烧不是感染的第一个表现。那么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伤寒论》原文就提到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我们看感染是先有脉浮脉的表现，然后是头项降痛，最后才是恶寒，才是发烧很多人看到脉就害怕，就觉得学中医很难其实不用怕，我们今天就教大家怎么把脉。我们先说一下把脉的基本情况，怎么定位。我们前臂有2根长骨，大拇指侧的是桡骨，小拇指侧是尺骨。那在靠近手腕过腕横纹上面一个凸起的骨头叫桡骨茎突。我们大家握拳会看到中间有2条筋，这是手掌跟手指的肌腱。那中医把脉的位置就在这2条筋跟桡骨茎突之间的这条沟。这里面行走的脉叫桡动脉，这就是中医把的脉了。那么把脉的定位有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先用中指找到桡骨茎突的最高点，放心，他们看到的很突出。然后中指往沟里面划感觉到动脉的搏动就对了。把中间的坐标定位好了以后，其他2个手指就自自然然的贴到中指的前后，那么定位就好了。这就是中医把脉的高骨定关。为了讲述方便中医也取好了名字，把3根手指放置的点分别称为寸、关、尺。高骨就是桡骨茎突，也就是中指放的位置叫关，关前为寸，关后为尺。那么大家还要注意寸位一般用的是食指，尺位用无名指，最好不要调换这其实是有讲究的。因为我们的食指的感觉比较灵敏，比较能够感觉到脉里面的细微变化，而一般的危急症，比如说高血压，比较会在寸部上面会有表现。所以我们对寸部的感觉越敏感，就越能发现危急重症的存在，可以及时干预，所以大家要注意那定好位以后我们再讲具体的脉有哪一些。那《伤寒论》里面的脉其实就10多种脉，中医发展到后面就有20几种的脉。其实很多是重复的，还有2、3种脉组合的那种啦。大家一开始学脉不需要那么复杂啦，我们就把脉的基本情况把握住就可以了我们先想把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上一个视频的最后有提到，中医把脉法的流派很多，是《伤寒论》用的是全部脉法，那所以你就不需要分寸、关、尺3步的感觉我们3根手指直接感觉整个脉的变化就可以了。那大家其实现在已经知道，我们中医把脉把的是桡动脉，对吧？那把脉最直接能够得到的信息肯定是动脉血管的情况包括血管大小硬度软硬这些。除了血管，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血流的快慢、血液的充盈度、血液的流利度这些我们都可以知道。再来，我们想血是从哪里来的？是心脏放出来的，对吧？那么把脉呢，就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到心脏的强弱、心脏的节律，还能把2间半、3间半狭窄、反流这些总之呢，我们把脉首先就是要对人体的心血管系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这些内容中医给不同的脉也取了名字，比如血管的大小，血管大的它就叫大脉，小的就是小脉。那血流的快慢，快的叫速脉，慢的叫迟脉。还有心脏的强弱，强的叫实脉，弱的叫虚脉等等这些。所以在古代没有科技的加持下，中医就已经发展出特别科学系统的诊断的技术即使在今天我们还是很好用那好，我们再从把脉考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中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急性感染性疾病一定要把脉。那如果是杂病慢性病可以不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讲急性感染的特点就是变化快、并发症多，随时要人命所以把脉把的是什么？首先就是病人的心血管的情况包括心脏、血液、血流、血管等等这些。那换句话说急性感染的时候，心血管系统的好坏非常重要，那直接决定了病情的发展、预后这些所以说 COVID 的时候就为什么那么多老年人就走掉实际上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血管系统不好。那很多人讲感冒是免疫力不好，错了。那中医跟我们讲如果你心血管系统不好就算你免疫力再好也没用。为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讲讲感染是什么情况。
大家都有感染的经历吧？感染其实就是局部的一个小战争啦。那为什么会有战争呢？因为某个原因引起你局部的防御能力下降了，所以细菌病毒啊就有机会无法无天了。这个细菌病毒啊其实没有好坏了，坏的是我们打开边防的大门，让他们进来咯。细菌病毒它们的天性就是你哪里有好吃好住生小孩的地方，它就待在哪里繁殖咯，壮大。那我们如果把大门敞开，那么他们看到我们人体有那么多营养，肯定是往身体里面跑嘛。这时候他们就是开始繁殖壮大，就引起生病不适的症状了。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为病原体。要知道它们其实本来没有好坏嘛。其实在健康人的人体里像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一直都有的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啦。就平时它不会引起生病不适，所以中医里面有个伏血的说法咯，就只有当宿主，也就是病人的免疫受损或者内部的生态环境失衡的时候，他们才会出来作乱。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共生菌就会转变为致病菌。今天我们的边界大门没关好，那他们就越界进来吃喝拉撒，那人体感觉到了以后就肯定会派保安去抓，是吧？那么这个保安就是免疫细胞。如果入侵者的人数不多，保安就足够了。那如果对方太横太强怎么办那有办法找警察吗？所以在免疫学里我们就有局部免疫和整体免疫。局部免疫就好像大门的保安，小事情就靠保安啦。整体免疫呢就像是警察局有需要的时候就一定要叫警察了。大家要知道动用到保安跟警察是常态，因为我们人体很容易会大门没关嘛。比如说我们皮肤今天擦伤啦，大门打开了，如果没有处理的话，那皮肤上面有很多细菌病毒就会入侵，那就会引起红肿发炎啦。那或者我们今天吃了很多炸鸡，那像这些脱水抗燥的食物进入我们的胃肠道就会刺激黏膜，甚至弄破了。那这样胃肠道里面的细菌病毒就会进来咯。就会引起感染发炎。还有膀胱里面也有结石摩擦到膀胱的内壁，那小便里面的细菌病毒那肯定也是感染咯，引起发炎甚至大门都不用打开，细菌病毒也可以进来的情况。比如说你夏天蚊子很多叮咬了，是不是带进去了，对吧？那么如果这个保安跟警察都解决不到，那怎么办？那像国家的话，最后只能靠国防部，对吧？人体就会全面的开始发烧了进入急性感染阶段，那派军队到前线去打仗了。好，那么大家想不管是保安、警察还是军队，是不是越早抵达案发现场越好？肯定是的吧？那如果马路塞车，路面情况又不好，那肯定就不行了。等警察到了，细菌病毒那早就是全身上下都有了。所以在人体而言心血管系统就等于是道路。那免疫细胞通过心血管系统血清房送到全身有需要的地方比如说马路宽一点就不会塞车啦，所以说血管要宽一点好，对吧？那警车要跑快一点，性能要好，所以说心脏泵血的功能就要强一点，血液就要充盈咯，才可以把免疫细胞推送到各个战场啦。大家想看如果警察很多就免疫细胞嘛都很强很多，但是你道路塞车，警车跑得慢，不够汽油，那么警察再强也没用，所以免疫细胞再强你派不上用场。所以中医把心血管系统摆在免疫系统前面，就是这个考量，是很有智慧的。对，那么大家遇到感染要怎么办呢？马路不够宽怎么办？血液又不够多怎么办？不用怕因为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本能人体进化出自我调控的一个机制，就不需要我们吃药或者人为干预马路会自己变宽，血液会自己变多。怎么说？比如我们《伤寒论》里面提到脉浮，我们说脉是脑动脉，对吗？那动脉又不是在水上，怎么会浮起来就这里脉浮的脉是用作动词，把脉就医生把到病人的脉是浮的，就叫脉浮。那当然病人的动脉是不可能自己浮起来嘛，这个浮是说我们手指用力的层次。我们把脉手指的力度有讲究，叫浮中沉，轻轻搭在皮肤上就叫浮举，稍微用点力往下压就是中举，再往下用力按就是沉举。为什么这样分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先说脉浮，就是我们手轻轻地搭在病人的皮肤上，就可以感受到脉搏的跳动，这就叫脉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感染开始的时候啊，马路要边宽了，让警察能够快速抵达现场，那所以动脉就要扩张，增加血流量，对吧？这个在现代医学来说啊，就是我们免疫细胞会释放一些免疫物质，其中一个叫一氧化氮嘛，就可以让血管快速的扩张。那么我们想，血管变宽了，是不是在皮肤表面就很容易摸到？一搭上去，对吧？所以在感染的早期，免疫细胞释放一氧化氮以后啊，动脉就快速扩张，我们在皮肤上就很轻易的摸到，甚至是能看到它的跳动，这个就是脉浮的机理啦。那么要感受这个脉，就一定要浮曲，轻轻搭着皮肤。为什么？如果我们太用力往下压，就感觉不到血管扩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层次一定要浮曲，才知道有没有扩张，是不是感染。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正常人一般的脉浮曲摸不到或者是很微弱，一定要中曲，稍微要用点力才可以。但是感染的病人就特别明显，我们在临床的经验就是这样，只要轻轻的搭上去你就能感受到脉的这个扩张。那么不是已经生病，就肯定是在生病的路上。摸这个脉不需要技巧，就是一点感觉罢了，完全没有难度的。比较难的是让大家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那明白了以后就知道怎么把这个脉了为什么要这样把？也还有什么讲究？所以大家会发现中医非常科学，非常系统，绝对不是大家想的那么难那么玄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会顺着《伤寒论》的原文一直讲下去，讲到别的脉的时候，我们再讲给大家听。下一次我们就讲头项降痛到底是为什么还有对我们现在临床对大家的保健有什么要点可以注意。好，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呢，可以按赞订阅，把影片分享出去。有问题可以提问，欢迎留言。我们下次再见啦。